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顶着婆家压力，用自己工资赡养病床上的母亲6年。老家拆迁分了300万，母亲全拿去支援弟弟，没分我1毛钱。我去找母亲讨要说法，她却说我是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的水，不配分得这笔钱。我心彻底冷了。蓦然退场后的半年，母亲的电话开始狂轰滥炸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不惜和婆婆争吵，也要坚持赡养母亲6年。最近1个月，婆婆却一改往日态度，对我好得像亲女儿，给我洗衣做饭，对我嘘寒问暖，甚至还主动把所有家务活全揽下了。她这一反常态度，是因为我家里要拆迁了。李楠啊，我为之前的鲁莽向你道歉，希望你不要跟我这个婆婆一般见识哈。饭桌上，婆婆主动敬我一杯白酒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眼里的满意都快溢出来了。我笑呵呵点头，这是自然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托同学打听过了，我妈的房子拆迁的话，大概能分300万左右，到时候我要个100万过来，都给老公，支持他全力创业。婆婆笑得更开心了，老公却在旁边打岔：媳妇，不是我打击你，你妈重男轻女严重，这笔钱你不一定要得到。婆婆立马不开心了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儿媳妇养了他妈6年，他弟整天在外面，除了游手好闲，逢年过节都懒得去看亲家。要是我肯定把这300万全都给李楠。老公耸了耸肩，对我说：楠楠，能要到更好，要不到也不用上心，这里是你永远的家。听到老公的话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婆婆也在旁边附和，其实这几年儿子也一直在给我做思想工作，你赡养母亲的善举是值得肯定的。我想将来如果我也有类似遭遇，你一定会像对待自己亲妈一样对待我的。不过我丑话可是说在前头啊，如果你妈真犯病，把钱都给了你弟，以后你可要和那个无底洞摘干净关系。他口中的无底洞自然是我妈了。母亲有很严重的肌肉萎缩病症，这些年只能躺在床上，吃喝拉撒都得我伺候着。婆婆有意见，我可以理解，放心吧，我肯定能要到钱的。婆婆给我转了2000块，让我买一些补品给妈带过去。赶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外面多了3辆车，这些车我都认识，一辆是二舅家的，一辆是大姑家的，还有一辆是表嫂家的。进屋之后，房间里一片祥和，欢声笑语里，母亲被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人群中心。来了一屋子亲戚，我很不开心，这些人的嘴脸看着叫人恶心。母亲得病之后，他们一次都没来看过，如今得知家里要拆迁，全部闻着味儿过来了。哟，楠楠回来了，不是我要说教，你妈在病床上都快臭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要不是我最先赶到，给你妈换了床单，你妈还得受好半天的苦。这个女儿当得一点都不称职。说话的是我大姑，她是我妈的姐姐，我怎么照顾我妈，需要你来说教？我还不客气地回怼，我妈病了6年，也不见你出现过一次啊。哦，现在知道我家拆迁，跑过来刷存在感了是吗？你大姑被我对得无话可说，她愤怒地指着我，脸色像吃土了一样，一句话接不上来。旁边的二舅开口训斥我，这是晚辈和长辈说话的态度，再怎么样她也是你大姑，是你妈的亲姐姐。我瞥了眼一旁的二舅，冷笑反问他，怎么你也想来分一杯羹？别跟我装的道貌岸然，你们不就是想分钱吗？
我告诉你们，1分钱都别想拿走。当年我刚结婚那会，婆家条件也不好，要命的是母亲被确诊肌肉萎缩。由于她的病情在同类型患者中属于特殊存在，需要长期服用抗萎缩药来维持身体正常机能。婆婆建议我每个月给点钱打发一下就行了，让我弟弟去照顾。我开始是同意了，但弟弟拿着我每月给的4000块，不仅不担起责任，还把这笔钱当作他的固定工资给挥霍掉了。直到半年后，医院打来电话，我才知道母亲的病情愈发严重。原本她只需要好好静养，就可以慢慢恢复。结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弟弟把钱私吞，导致她病情恶化。我找二舅，找大姑，希望他们能借点钱，结果都被无情拒绝。于是我不顾婆家反对，在老公中立并且模棱两可的态度中，毅然决然将18万彩礼拿出来支援母亲，这才把她从死神手中拉回来。尽管如此，错过最佳治疗时期的母亲也只能永远与床为伴了。也是因为这样，婆婆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差，总说我都嫁到他们家，还一直胳膊肘往娘家拐。其实我能理解婆婆，如果换成我演绎婆婆这个角色，我也不喜欢这样的儿媳妇。但人是复杂的，我又怎能忍心看着自己生母活活病死在家里呢？更何况她的求生欲那么强，每次我回家照顾她，她都以泪洗面，还说指望不上儿子，如果没有我，她可能活不过半年。更说了以后要把房子留给我。母亲重男轻女严重，我知道她说的不过是场面话，但心里听着还是暖暖的。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，这一照顾就是整整6年。我毫不夸张地说，这6年里，弟弟来看母亲的次数真的只有一手之数，甚至来一次都得从他妈身上刮走一层皮才肯愿意离开。所以我觉得300万的拆迁款，我只要100万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楠楠呢？不要和长辈无理，传出去我脸还往哪儿搁？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，母亲开口发话了。大姑原本很生气，一听到妹妹替自己说话，腰杆子硬起来了，脸上不免多了一份孤傲。楠楠，我们当长辈的还能害你不成？下次再不要这么和我们说话了，这是家教问题。家教问题。我被气得想笑。如果见钱眼开，冷漠无情是家教的话，那我无话可说。旁边一直不说话的表嫂忽然开口了：呀，这不是阿强回来了吗？阿强，全名李强，是我那不争气的弟弟。我顺着声音望过去，果然看到了一副吊儿郎当的李强从外面走进来，他嘴里叼着烟，淡淡的冲长辈们点点头，并没有承接他们的热情。是啊，没收到拆迁通知之前，母亲都饱受冷漠对待，更何况是弟弟李强呢？他也一样对这群长辈没好脸色。然而二舅的一句话，就立马让李强改变了态度。阿强啊，我记得你驾照都考了快10年了吧？李强没接话，二舅掏出车钥匙丢给李强，道：门口我那台 SUV 你拿去，随便开，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就找二舅。他拍着胸脯保证。李强冷笑一声，真以为老子3岁小孩呢？一辆破车就想把老子收买了？那台破车挂二手市场，估计3万都没人要吧？你们真恶心啊！李强的态度比我还强势，骂得二舅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大姑站出来指责：哎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跟你姐一个德性，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。我尊重你妈呀，你家房子都几套了，还开了一家公司，我就想去当个保安，
你都嫌弃这嫌弃那的，现在跟我说尊重长辈，你特么尊重我了吗？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弟弟，但他毫不留情怒对亲戚的话，让我心里那叫一个爽。母亲看到这一幕，非常生气，就问二舅和大姑：“阿强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所有人都不说话了，因为弟弟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们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麻烦把东西都带走，以后咱们就不要来往了。母亲也不是傻子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二舅叹了口气，灰溜溜走了。大姑还不肯走，打算和母亲打亲情牌。妹妹呀，我家那口子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了，能不能滚蛋？别逼我动手啊！李强不耐烦，直接打断。所有人都离开后，我和弟弟都站在母亲病床前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眼里满是欣慰。这些年多亏你了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。我一时红了眼，想到这些年坚持救母，差点和婆家撕破脸的种种辛酸回忆，一时间眼泪不争气的下来了。没事的妈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房子不是要拆迁了吗？我们话没说完，母亲就把我打断。房子的事情暂时不谈，我有话要和你弟说，你先出去一下啊。我忍不住皱起眉，有什么话还不能当着我的面说？虽然疑惑，我还是离开了房间。这一等就是半盏茶功夫，直到弟弟从里屋走出来，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房产证。你拿房产证干嘛？又想出去赌？家里要拆迁，你难道不知道？赶紧给我放回去！我气坏了。李强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你不是一个好姐姐，但我承认你是个好女儿。可那又怎样呢？拆迁的钱你分不到一毛，滚开！别耽误我当房子。我没听错吧？他居然要把房子给当了。我当然不肯让李强离开，他早就被烟酒和长期熬夜侵蚀了健康的身体，力量比不得常年伺候母亲的我，将他强行拉回屋子。我当面对母亲打小报告：妈，你还不管李强，他要把我们家房子拿出去当了。母亲淡淡道：是我让他当的。阿强说能卖300万，他在外面欠了很多钱，要是到期不还钱，会上失信黑名单的，一辈子就毁了。你是姐姐，多让让他。300万的话，你就别要了，都给弟弟吧。我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是一个母亲能说出来的话。妈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李强是去香港了，还是去澳门了？需要300万这笔天文巨款来还赌债。这么些年可都是我在你身边不求回报的照顾，精心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于情于理，你起码得分我100万吧。我现在不要100万，50万总可以吧？我几乎哭着说出最后这一句话。母亲闻言气得从床上坐起来，她不仅不心疼我，还指着我鼻子怒骂：你都说了不求回报，怎么敢狮子大开口？还50万？你一个姑娘家要50万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都已经结婚成家了，有娘家养着，你弟一个人娶妻生子，买房买车，干什么不要钱？说到激动的地方，母亲还开始猛烈咳嗽起来，我心里一阵冰凉，忍不住反驳：你这6年可都是我养着的，为了养你，我还把彩礼拿出来，婆婆对我都已经有很大意见了。妈，你这么对我，难道不觉得让人寒心吗？弟弟李强全程看戏，并不打算插手。母亲指着我恨恨道：寒心？我养了你20多年，你才照顾我6年而已，你有什么资格寒心？你配寒心吗？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300万，你1分钱都别想拿，能继续照顾我你就照顾，不能照顾你就滚。还真以为我稀罕你这个女儿，养女不放老，养儿才防老。
这是一辈辈祖宗传下来的真理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母亲的话就像一发发带着倒刺的利剑，每一发都精准击中我心脏。原来我不顾婆婆反对，扛着夫家压力养她6年，那是应该的。我一时间无法反驳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这都确实是应该的。好，那以后妈你就让弟弟照顾你吧。至于您的赡养费，我会按照国家法律标准给您发的。冷冷地丢下这句话后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回到家，婆婆已经准备好一桌子热菜热饭，老公坐在主座位上，冲我招招手：“回来了，快去洗手，咱妈饭都做好了，就等你回来开吃呢。”我眼眶红红的，心里也很慌，慌的不是丈夫，而是婆婆。婆婆对我拿到100万的期望值这么大，如果得知我是灰溜溜回来的，她一定会非常失望和生气的。我没胃口，你们吃吧。我说话的声音小小的，生怕惊动在厨房洗碗的婆婆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。婆婆端了一盘我最爱吃的板栗烧肉走出来，和我撞了个面对面。儿媳妇没要到钱就算了，我早就猜到结局，只是没跟你说而已。婆婆笑眯眯地拉着我入座，将板栗烧肉推到我面前：“吃吧吃吧，不要想那么多。”面对满是善意的婆婆，我一时哑然，心中的委屈像爆发的火山一样，轰然间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没要到钱的？婆婆看了眼我老公，然后笑了。你失败的表情都写在脸上了，还需要我们去猜吗？老公盛了碗汤，宠溺地对我说：“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先喝口汤开开胃吧。”婆婆笑眯眯凑过来：“既然你娘家冷血无情，那我上次说的话你没忘记吧？”我愣了下，当然没有忘。以后和娘家彻底断绝关系吗？婆婆，我不会再去找我妈了。不过为了防止她继续找我麻烦，还是去专业部门走个程序，每个月给她点钱，从我工资里扣，剩下的钱我都给老公。我的理由非常中肯。婆婆想了想，然后点头表示没问题。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，就算不管，养老费还是得敷衍一下，免得将来出什么岔子，给老妈找到机会恶心我。晚上和老公睡觉的时候，我想奖励他来着，结果老公说什么都不肯答应，搞得好像我想强暴他一样。于是我生气地扭过头，不肯理他。老公抱住我，嗔道：“你怀孕都1个月了，自己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大姨妈都延迟半个月没来了吧？不然你以为咱妈为啥光挑好听的说，就怕你动了胎气？当然，你婆婆本来人就很好哈。”我猛地反应过来，怪不得婆婆对我这么好。老公是医院的医生，他说我怀孕了，那我肯定是怀孕了。你知道男孩女孩吗？婆婆好像喜欢孙子。老公无语，才刚怀孕我咋知道？你不是医生吗？彻底离开原生家庭以后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幸运，善解人意的婆婆，情绪稳定的丈夫。我难得过了大半年没有生气和暴躁情绪的日子，肚子一天天变大，我也辞掉了工作，开始在家安心养胎。老公偷偷告诉我说肚子里的是个男孩，婆婆知道后更开心了，恨不能把我宠成公主。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就连走路婆婆都在旁边搀扶着。不去看母亲的第6个月中旬，她给我打了半年以来的第1通电话：“楠楠呢？最近怎么没来看妈？”我笑了，隔着电话反问她：“为什么要去看你？不是你说了吗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”我那是气话，你怎么跟我一个长辈计较这些？你说了呀，能照顾你就照顾，不能照顾就滚。所以我不去看你，不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吗？面对我的反问，
母亲一时语塞，停顿了几秒，她又开口：“楠楠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妈，不来照顾我，你觉得合适吗？”我笑了，我不是每个月给你打了养老费，那点养老费够干什么的？请个保姆都不够。我冷笑：“那你找李强去呀，他不是拿走了全部的拆迁款，找我干嘛？”我懒得继续跟他废话，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婆婆听到动静，从厨房走过来问我：“咋了？脸色这么差？”我就把母亲打电话的事情跟她说了一遍。婆婆一听，气得不行：“你这妈也真是的，赶你走的是她，要你回去的也是她，怎么把我宝贝儿媳当成什么人了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”听婆婆的话，咱不理她，我心里舒服了些。6年无怨无悔的照顾，换来的是亲妈毫不掩饰的偏袒。如果我真回去了，不仅婆婆看不起我，就连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，总不能太轻贱自己。往后几天，我的电话铃声就没停止过，隔一会儿就有个电话骚扰，拉黑以后又会有新号码打进来，气得我直接把手机关机。就这样过了3个月，距离临产还有不到20天时间。从医院回来后，婆婆叮嘱我在家好好休息，她下楼买完菜就回来。我在沙发上躺着，刚有睡意，敲门声忽然响起。婆婆买菜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我以为她拎着很多东西，不方便开门，于是我没多想，就走过去开门。结果门一打开，来人不是婆婆，而是我弟弟李强。他身后还有2个我没见过的人，正抬着担架，担架上是我母亲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做事就要关门，李强却伸脚卡住门缝，别着急关门啊，咱妈现在需要你照顾，我看你不接电话，就只能给你送过来了。母亲是块烫手山芋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一旦让他进了这个门，李强的秉性一定会玩消失术，届时再想抬走母亲将会难如登天。于是我奋力关门，门缝卡住李强的小腿，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。你疯了！暴怒的他直接拉开房门。我一个女人力量如何比得过一个成年男人？况且我还怀孕了，根本不敢用太大的力气。结果门被暴力拉开，连带着我一起踉跄出去。扑通！我心里凉了一半，肚子着地的话，我那位出生的孩子岂不是九死一生？电光火石之间，我咬牙用手掌支撑在地面，来缓解腹部可能遭受的撞击。李强也有点懵，你怀孕了？我的骨架比较大，不显怀。婆婆说我这样的身材，将来生娃之后最容易恢复，如今却成了李强不帮忙搀扶的借口。我感觉肚子一阵翻涌，下身突然湿热。卧槽，你这么娇气，摔一跤就流血了。李强被吓得脸色微微一变，但他还是强行镇定，别跟我玩流产那一套。说完，他命令外面抬担架的2个人将母亲放在地上，然后匆匆忙离开，吝啬到一通120都不肯打。我又惊又怒，惊的是害怕孩子有危险，怒的是李强这个畜生，明知我有危险还跑了，甚至把他亲妈撂在我家门口。畜生不如！母亲全程不能动，但她什么都知道，见我流产，不仅一点都不担心，还在担架上对我出言嘲讽，装流产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玩剩下的，你不接我电话，就以为老娘拿你没办法了吗？不把我抬进屋，我就在这待着，我倒要看看周围小区邻居知道了，你们还有没有脸在这住？我被气晕了过去，恍恍惚惚中，我好像被抬到了医院的急救室，几个医生好像在围着我抢救，气场严谨，好像主治医生是我老公。孕妇大出血，快用止血带，还有
病人怕疼，先给他来一针吗啡，这很危险，最好不打吗啡。后面的内容我不知道了，专业性的知识我也不懂，只知道自己醒了又昏，昏了又醒，疼痛伴随着虚弱，让我精神一阵恍惚，好像过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感觉自己从阎王殿走了一遭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老公穿着一身医师服，趴在床沿边睡着了。我艰难伸出手推了推他，老公突然抬起头醒了，见我睁开眼，他露出惊喜：“老婆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孩子呢？”我感觉到肚子里空荡荡的，他犹豫了一下：“在婴儿舱呢，儿子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，提前20天早生，情况有点复杂。”闻言，我情绪开始激动，都是李强那个畜生害了我们的儿子，我要告他。老公连忙安抚我，暂时不着急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，但我们家门口没装监控，光靠电梯里的监控不能作为直接证据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只是说着说着，老公面色犹豫不决起来。怎么了？我问。你妈呗，她现在住在我们家呢，我妈在照顾她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老公，你把她赶出去啊！我不想看到这个贱女人。一听我骂自己亲妈，老公愣了下。你好像特别恨她，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？我就把自己昏迷前的过程跟老公复述了一遍。老公听后气得牙齿咬得滋滋响，简直了，一家子奇葩。我目光黯淡，他反应过来，又连忙握住我的手解释：除了你，你是善良的，明事理的，也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。后面半个月，儿子在育婴舱保护下，各方面并无大碍，甚至可以正常喝奶了。看着怀里乖巧听话的婴儿，我心里一阵欣慰，一切的努力总算是值得。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了，这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，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线，将它和我的连接在一起，让我有一种感觉，就好像儿子出现危险，哪怕让我付出生命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老公把我家所有的负面情绪和糟心的事件全部揽下，让我安心在月嫂中心坐月子。婆婆也会拎着自己亲自煲的汤来看我，只是她虽然很开心，可我依旧在她眉宇间看到了愁容。妈，您怎么了？好像不开心啊，是不是我妈又作妖了？妈，你别管她，反正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认她了。婆婆笑着拍了拍我脑袋，想什么呢？坐月子对我们女人来说很重要，如果月子做不好，将来身体会落下病根的。她安慰我不要多想，安心休息。我很感动，能嫁到这样的家庭，真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月子结束后，我第一时间赶回家，母亲躺在客厅临时搭建的病床上，婆婆在旁边伺候。哟，坐月子回来了，听说你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得感谢妈和你弟，要不是我们，你婆婆也不会提前20天抱孙子啊。母亲的话刷新了我对无耻下限的认知。我问她，李强不是拿走你300万拆迁款了吗？怎么他连个照顾你的保姆都不愿意请？母亲脸色不好看，她继续嘴硬，请保姆不需要花钱吗？有你这个免费的女儿照顾我，为什么要浪费那个钱？此话一出，我被气得不轻，一旁的婆婆也是冷下了脸。你好歹是楠楠亲妈，这样说话不怕你女儿寒心？母亲冷笑，寒心？我怕她寒心，就不会把钱全部都给儿子。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妈，她必须给我养老，不然我就去法院告她，我让你们全家都不得安生。说完这句话后，老公也下班走进了屋，他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李楠，我们离婚吧。
我们家不养寄生虫。我脸色微微一变。离婚？他甩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签了吧，然后带着你妈滚。婆婆在一旁没说话，选择看戏。母亲被吓得不轻。离婚？你居然要和我女儿离婚？凭什么？是啊，一旦和老公离婚，我就没家一身轻了。好，我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，离就离。我毫不犹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母亲看傻了，老公看我签了字，对着门外说：“外面的兄弟可以进来了。”然后他们不顾母亲的怒骂，强行把他抬出去。我也收拾好行李，去几公里之外的地方租了套房子。隔天就和老公去民政局离婚。消失许久的弟弟再次露面，质问我为什么要离婚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假离婚把母亲逼出来是吗？我早就看出来了。面对李强的提问，我淡然一笑，看出来就看出来呗，那又能怎样？反正我已经离婚了。你的好妈妈没理由住在我们家。是的，面对母亲和弟弟李强这种老赖行为，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还是假离婚这种办法能治。一个离了婚的女儿，母亲总不能还赖在亲家不肯离开吧？法律也拿我没办法。李强见拿我没办法，气呼呼说：“你就是离婚也没用，我妈住不了你婆家，那就住在你身边。”我笑了，你大可以试一试。我们俩对话的全程，母亲都在旁边床单上听着。她被我气得直咳嗽，骂我不孝女。我是不孝女，你就是好母亲了。我老公调查过了，你的宝贝儿子把300万全部拿去赌博，赌输了，你引以为傲的养老资本都给你好儿子败光了。你该不会真以为他会养你吧？这一个月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李强他就是想当甩手掌柜？母亲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。不可能，300万那么多钱，他就是一天输1万，也得1年才能输完。我儿子又不傻，他怎么可能把我给的钱全部输光了？李强没有接话，沉默的态度已经给出了答案。母亲看向李强：“你姐说的难道是真的？”李强眼底浮现一抹疯狂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的一辈子就这么毁了。我不应该去赌博的，300万，我原本可以改变自己人生，可我被那群人骗了，他们设局坑我钱，真相就是这么残酷。”母亲直接被气晕了过去。这段时间，母亲一直住在我临时出租屋，李强也在这里住。我之所以忍着，是为了拖住他俩，为老公和婆婆搬家拖延时间。老公还向医院领导申请了转院工作，他去了另一座城市。等他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就会悄悄离开，然后去和他复婚，让母亲和李强永远没有机会找到我。在一个漆黑的清晨，我悄悄在母亲床前丢下一张余额900的银行卡和一封信，随后默默离开了出租屋。法院的判决下来了，我每个月只需要支付900元养老费。这张银行卡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900元。对我来说，这既是养老费，也是我断绝母女关系的费用。我回归了家庭，婆婆待我如初，老公也和我复婚。1年后，我又为老公生下一个女儿，生活美满。又过了1年，我偶然从表姑的朋友圈里看到母亲离世的信息。李强因受不了前后巨大的生活质量差距，找上了坑他赌博的人，后来发生矛盾，失手杀了人，最后畏罪自杀。母亲则是被活活饿死的。他的银行卡里还有我给他转的几千块钱没用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
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